此乃不祥之气，沾染会发生不祥，失去理智，只是大劫之初的劫象。大劫将至，不祥终会降临，好生修炼，实力强了才可度过大劫。师尊都称之为大劫的，必然非同小可。想要度过大劫，必须提升修为，增强实力。师尊，我这就去北域寻找闭关之地了，为突破道境做准备。他机缘巧合破灭了九域第一件不祥，想必这1年内就能突破道境了吧。你的天道吞并了佛域，奖励道境2关修为。哎呦，这速度可比我想象中的快多了，而且这吞并的过程中居然让我有了新发现。佛域北周之外居然是一片非常辽阔的海域，我用神识探查了一下，其面积之广阔，非道境强者无法横渡。接着我还察觉到了海洋之中存在着海中种族，我将其称之为海族，他们实力非常之强，由于只生活在海洋中，因而陆地很少有他们的情报，而且居然连海中都弥漫着血煞之气，说明海中的血煞不在少数，厮杀不比九域各地少。那个幕后黑手难道已经悄悄把手伸入海洋了吗？若是真如我所料，他已经把手伸入了海中，那我就要警惕1、2了。后面天道规则扩张进入海洋时需要收敛一点。不过这大海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呢？好多海域的尸骸还弥漫着淡淡的血煞之气，他们是死于血煞之手。还有这条长达100米的鲸鱼，它的身上有好多的伤口。偌大的海洋竟然变得如此死寂，生灵实不存一。啊，等等，海中居然有花，而且此花身上的气息堪比神境。不知道为何，我隐约觉得海洋生灵变得如此稀少，恐怕与这花有一定的关联。而这些花朵似乎是人为栽种的，究竟是谁？九域可是我钦定的地盘，竟然有人敢插手进来，我可不会让你为所欲为的。可恶，还是不能做到吗？我本是魔族的一位族老，不知从哪天起，身边的人居然都学起了佛法。我们可是魔族，怎么能学习那帮秃子的功法？我不屑与他们为伍，独自一人来到了这片海域。突然，有神秘存在联系了我，没想到竟是魔族真正的老祖。老祖将魔气注入我体内，我的血脉开始复苏了。唉，只是可惜，受限于天赋与资质，我还无法突破道境的屏障。你达到极限之后，稍稍花点时间也能突破了。老祖，我资质有限，恐对付不了佛祖啊。哦，佛祖。老祖，佛祖是我们魔族叛徒，抛弃我魔族血脉，改修他人之法，当诛啊！我魔族强大无比，岂容背叛？这所谓的佛祖，待吾归来，翻手可灭。不过，现在时机未到，你可挑选后辈来此，我可为其提纯血脉。是。此方天地，终将归我魔族。人族区区蝼蚁之族，焉能称霸主？老祖说的是，我等定为老祖回归尽一切努力，九域最终将归于我魔族。还有那些王者，身为道境，却坐视我族被欺凌，恳请老祖惩罚这些叛逆之徒。叛逆终有清算之日，你可让他们吸引来此，吾必将其炼为魔魁，交予你。魔魁？自己若是拥有一些道境的魔魁，夺取九域可就容易多了。多谢老祖，我一定会尽力而为。去吧。是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就把族里那几个天骄带来，
让老祖提纯血脉，还有那帮叛徒，我来清算你们了。总觉得九域最近有些不太对劲，希望是这一大道纪元即将结束，继而出现的种种不寻常吧。可是道元大劫发展至今，应该有道境入阶才对，可为何现在只出现了凤空？想不明白，只能归咎于这一个道元大劫跟以往的都不一样吧。还有妖域出现不祥怪异的事情，人族已经开始对其进行钻研。不过以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，其属于低级的不祥，不用担心。我们神族修炼的一种神光可以净化不祥，关键时刻我可以将它传授给人族，这也是我布局的一部分。待我将神光的修炼之法传播出去，到那时我的气运必将快速提升。当初神族被九域大道驱逐，如今我要重回九域。实力是一切的前提，不管背后有多少人布局，只要有我在，休想把手伸进九域来。你的天道吞并了霍乱月第4个州，奖励道境1关修为。天道终于又吞并了一州，道境27关了，距离道境圆满不远了。等到人长河突破成功，天道会有一次大的提升，可借此吞并剩余的几州。我要总结星神魔3族失败的教训，完善吞并大道的计划。什么情况啊？难道大劫又要降临北域了？若是如此，那北域可就有大麻烦了。这感觉并非大劫降临，而是神境之上的路打开了。你的继任弟子人长河突破道境，你的天道吞并霍乱域第5个章，奖励道境1关修为。才刚突破没多久，又突破了1关，现在已经是道境28关修为了。人长河突破后，成为了道元大劫第一个突破道境的强者。这也意味着道元大劫要进一步加速，距离道境数劫不远了。九域的局势也出现了些微妙的变化，魔佛率领佛族强者进入西域，支援丁月与萧良去了。随着魔佛率领佛族强者加入，西域的血煞也开始败退了。我想要看看那个幕后黑手还有什么手段。